阿富汗的战局急转直下，政府军遭到了塔利班的沉重打击。就在美国在阿富汗铩羽而归之时，种种迹象表明，印度居然试图插手阿富汗局势。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就警告印度，不要试图在阿富汗扮演一个军事化的角色。印度与阿富汗有何利益联系？印度不顾自身实力想介入阿富汗局势，又有何地缘政治考虑？来看看报道。据印度斯坦时报报道，印度周四参加了由卡塔尔方面召集旨在解决阿富汗危机的一个国际会议，参会者包括印度、印尼、土耳其等国。印媒报道称，参会前印度方面强硬表态称，任何强行接管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行为都是不合法的。印度支持各方通过谈判达成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方案。周四，印度人民党元老、前内阁部长斯瓦米博士还呼吁莫迪当局应出兵2万保护阿富汗。事实上，印度早已蠢蠢欲动，想要插手阿富汗问题。在美军即将撤离阿富汗之际，阿富汗政府当时不断对外求援，希望有国家可以为阿富汗提供军事支持。第一个响应的就是印度。据报道，自7月10号以来，印度军队先后派出2架 C-17运输机，为阿富汗送去约80吨苏制122毫米炮弹。另外，有俄媒就曾透露，印度向阿富汗政府承诺，准备投入20万部队介入阿富汗局势，以彻底剿灭塔利班。印度呢，应该讲在阿富汗的利益，他认为的利益还是比较多啊。从地缘上呢，印度认为他在阿富汗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缘利益，比如讲呢，印度认为呢，阿富汗是印度可以通往中亚的一个重要的渠道啊。从这个角度讲，可以印度的战略界也好，军方也好，安全机构也好，是非常看重阿富汗在印度所谓的地缘战略中的作用。另一方面，美国也在极力怂恿印度介入阿富汗局势。外界注意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月底访问印度期间，盛赞印度对阿富汗稳定的贡献至关重要。他竭力渲染阿富汗局势变化可能对印度的影响，鼓动印度可以在阿富汗事务上发挥更大的作用，甚至直接怂恿印度向阿富汗出兵，但印方并未接茬。观察认为，美国撤离阿富汗后，急需新的力量来应对阿富汗的安全真空，而对美国亦步亦趋并且在阿富汗有诸多利益的印度是美国最好的选择。美国国务院负责南亚和中亚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迪安·汤普森在布林肯出访新德里前夕表示，印度是美国在该地区的重要伙伴，对印方为解决阿富汗危机所做出的努力表示欢迎。布林肯去印度访问了什么呢？外人不得而知。但是我可以说的是，就是在布林肯看来，印度任何形式的加大对阿富汗介入，对美国而言都是值得欢迎。因为美国人要走，那么呢，他如果走了，一走了之，又担心阿富汗彻底崩盘。那对于美国人来说，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找一个人来接盘啊！显然，印度在阿富汗的周边国家中是和美国近2年的关系走得非常近的一个国家。所以讲，布林肯反复地强调呢，美国和印度之间呢，特别在阿富汗问题上有共同利益，也不断地忽悠啊，劝说印度呢，在包括安全事务在内的阿富汗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但是好在呢，感觉印度的战略界还算比较的明智啊。针对美国方面所忽悠的印度向阿富汗派兵呢，应该讲到现在为止，印度官方表态非常谨慎。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苏海勒·沙辛周六就表示，印度不应当试图在阿富汗扮演一个军事化的角色，这对他们没有好处。他称，阿富汗政府军在最近接收了一批外来武器装备，这些都是印度提供的。而在8月11号，阿富汗塔利班就缴获了2年前印度送给阿富汗军队的一架米35直升机。沙辛警告印度已经站在了阿富汗人民的对立面，印度应当已经看到了其他国家军事介入阿富汗后的最终命运，这对他们应当有所启发。事实上，国际社会对印度出手解决阿富汗问题的能力并不看好。俄罗斯周3在卡塔尔召开专项会议，邀请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共同讨论阿富汗局势。一向与俄罗斯在阿富汗问题上有接触的印度就不在受邀名单之中。而就在今年3月份，同样也是关于阿富汗的局势问题，俄罗斯邀请了中国、美国、巴基斯坦，同样把印度排除在外。印度外交部发言人面对媒体质问解释称，印度与俄罗斯就阿富汗有定期接触，因此参不参加会议没有那么重要。而对于俄方为什么没邀请印度，俄罗斯特使卡布洛夫就直接表示，这是因为印度的影响力不够，而受
邀的中美巴都是能影响阿富汗冲突双方的国家，而印度仅对一方有影响。截至8月10号，印度已经关闭了所有在阿富汗的领事馆，只保留驻喀布尔的大使馆还在运作。印媒《印度斯坦时报》就评论称，印度的阿富汗政策可以用瘫痪一词来形容。某种程度上，印度在阿富汗事务上已经输了。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卫。吴先生您好。阿富汗局势急转直下，前脚刚撤走的美军，后脚又在拜登一指令下重回喀布尔。随着美国重新增兵阿富汗，您是如何来研判当前局势发展？是的，美西，阿富汗局势变化之快，让西方一众所谓专家大跌眼镜。拜登的高参们今年6月给出的研判是，加尼政府军起码能够撑半年。残酷的现实打了他们一记耳光。10天时间，塔利班兵锋直指首都。喀布尔无战事正在上演。讽刺的一幕是，美军经营10几年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一夜之间人去楼空。几天之后，这个基地又在一夜之间重新热闹了起来。另一方面呢，印度似乎对阿富汗局势展现出了高度关注，并非邻国的印度为何热心插手阿富汗局势呢？那在您看来，印度在阿富汗有抓手吗？印度对阿富汗局势展现出的所谓过度热心，在我看来有2方面的原因。首先，从历史的维度上看，在巴基斯坦独立建国之前，印度与阿富汗确实是接壤的邻国。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阿富汗就被印度视为所谓传统势力范围，对邻国施加影响力，塑造与我有利的周边环境，是自诩所谓区域大国的印度一直在做的。其次，从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角度上看，阿富汗塔利班组织与巴基斯坦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让印度自然而然地想要接近由美国一手扶持起来的喀布尔政权。事实上，印度也的确希望通过与阿富汗政府改善关系，在地缘上包夹巴基斯坦。但是问题来了，印度在阿富汗有抓手吗？学界有声音认为，印度在阿富汗完全是一个边缘角色。我倒是认为，印度还是有机会参与进去的，这个机会很快就要来了，因为阿富汗即将或者说正在发生粮食危机。阿富汗本就是一个极其落后的农业国，加上连年干旱、多年战乱，民不聊生，农业生产一直被严重耽误。过去10几年，阿富汗的粮食供给严重依赖对外采购，2大进口国，一个是美国，另一个就是印度。随着美国势力的全面淡出，加上中亚3个斯坦陆续关闭这个边境口岸，阿富汗国内爆发人道主义危机的可能性已经拉满了。此刻的阿富汗局势，正如鲁迅的那句诗：“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无论政权如何更迭，如何让人民从连年的战祸中走出来，解决填饱肚子的问题，成了首要关键。因此印度要想在阿富汗这一轮政治权力的重新洗牌中抓到新的抓手，就得认真思考如何解决阿富汗人民最迫切的需求，而不是用 C-17运输机给兵败如山倒的政府军意思意思送去几吨炮弹。好的，也谢谢吴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